大家好，这几天天气已经很有冷的感觉。防虫网反折没将空间种完，是因为被地瓜叶卡住了。由于今年农历过年假期比较长，如果过年期间蔬菜需求比较大，时间比较紧的情形下，种植短天期叶菜类倒是还绰绰有余啊。据亲戚说，会有很多人要回来过年，加上接下的任务时间也紧的情形下，已经开始到处挤地，把好整理的空间开始撒种追菜了。虽然天气比较冷，也或许是不少人是返乡过年啦，没有种菜需求的话，那就照种植进度剪辑影片就好。目前这附近已经都纳入修整好的蓄水池管理啊，这在河道几天后会开始供水，蓄水池就可以有自动漫淹的效果。而现在要整理的这块区域地势比较高，因此就继续拿来种植灯笼果啊。由于后院百香果的种植槽下，在种植前埋了发酵后的蔗渣，另外呢，底层的土壤也含有大量的草木灰腐殖土啊。百香果生长与结果的状况算是非常理想，因为无法确定到底是蔗渣或是草木灰的效果，因此就先复制种植槽的状况，先埋入发酵后的蔗渣，后续再观察生长状况，补上草木灰腐殖土啊。由于甘蔗本身含有大量的木质素，要快速腐化算是比较难，用来补充土壤的有机质反而是不错的材料。据说在菇类种植时，采用半腐蚀的蔗渣取代碎木后，产量可以增加2成，算是非常可观了。而现在尝试的方式是直接在地底建立蔗渣种植槽，开放的空间上用来种植灯笼果，而蔗渣或是甘蔗酵素的效果，不但可以让叶菜类长得非常漂亮，另一个惊人的发现是在青葱的生长意外发现了。青葱的葱白可以生长比较快速之外，对于葱绿却有奇特的效果。新鲜的葱绿未经过烹煮前会有甜味啊，味道这东西用拍的无法拍出来。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，就可以自己尝试看看。目前个人的甘蔗酵素已经开始小量分类发酵，有添加顶级茶叶渣补充钾肥，这如果效果很好的话，那就可以取代草木灰了。而另有添加咖啡渣的一桶酵素，发酵时完全没有酸味之外，还会有很浓的咖啡香啊。咖啡渣发酵则是要用来补充氮肥，这些材料当然也可以使用堆肥的方式，但是堆肥占空间之外，感觉也比较麻烦了。而采用酵素的做法，稀释后搭配慢烟的方式，在使用上也会方便不少。分开添加这些发酵材料的原因，则是可以更容易依据作物不同生长时期与状况来使用啊。至于发酵后的残渣，最后才埋入土里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外，也可以当作蚯蚓的食物啦，再做一次转换的过程。这些是现在进行掩埋的原因。种植槽设置好之后，先到后院进行浇水啊，等太阳下山前再来进行移植。先行浇水的目的，可以让土壤黏住根系定型啊，这样挖起扦插苗时，土壤也可以成块，不容易脱落。接下来时间就先将年菜种植用地与蔓烟草搞定。蔓烟的目的本来是要用来预防土壤湿黏啊。此区块的外围，只要外面河道水来了之后，
水就可以自行沿着沟槽流动。没有依据种植作物生长状况拍摄影片呢，也是觉得这样像骨牌式的菜床做法会比较有趣啊，浇水效率也会比较好。只不过这样拍摄的系列角度，观看时需要比较有耐心啊，才有办法看到菜床逐步的变化。接续来移植灯笼果，再加上这3颗，目前已经种植了10颗灯笼果。至于有没有办法全部赶上过年，要看天气而定啊。这位置地势比较高之外，土壤的结构也跟菜地有所不同，属于比较像黄土而不像水田的土壤，因此翻松时比较不容易维持大块的团粒结构。这上方还有更高的区域啦，收编过程出现了啼笑皆非的状况。上方有现成棚架，只是需要再修整啊。而灯笼果对于水的需求不大，因此种植在地势比较高的位置，可以避免过于潮湿，也比较省事啊。扦插苗移植完毕后，要多做一个措施啊，这跟蔓延到挖沟后还没正式使用有关。由于刚才挖沟挖得比较宽啊，沟槽的宽度很容易引来狗在沟槽里躺睡，在幼苗旁多插一根障碍物，就可以很有效防狗压死幼苗。由于这隔壁小黑每天会跑过来，很喜欢睡在走道或是沟槽里啊，有人会觉得很烦，但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啦。躺睡在一旁，很像在看守灯笼果长大。而障碍物的效果也真的很有效，让它自动闪开啊。最后一旁还没种植的区域，在下雨前目前已经完成年菜撒种。谢谢收看。